俄最大空袭来临，泽连斯基求助美欧。F-16才是战场最佳王牌，击落7枚来袭导弹。俄夏季攻势失败，揭秘其背后的秘密。削减国防开支，普京这是不打了。斩首俄影子舰队，北约是如何做到的？俄罗斯125人前往朝鲜，是什么让金正恩痛哭流涕？波兰站起来了，弹药产量提升4倍。精彩资讯马上开始。在干掉俄军9架飞机后，俄罗斯展开了反击，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最大规模空袭，数量远超之前的记录，超过500个来袭目标飞往乌克兰各地，致使一架 F-16坠毁。6月28日深夜，乌克兰警告称，俄罗斯从摩尔曼斯克的奥莱尼亚机场起飞了3架图95，多组俄罗斯无人机飞往各个地区。几个小时后，一架米格31K 携带口径导弹从夏诺夫哥德州的萨瓦斯利卡机场起飞。6月29日，乌克兰空军表示，在凌晨时分，俄军使用477架无人机与60枚导弹向乌克兰境内发动空袭，其中包括口径伊斯坎德尔、KH-101等。面对俄军的空袭，乌克兰空军防空部队、电子战部队以及无人系统部队出战，拦截了俄军475个空中目标，拦截率超过 88%。剩余的62个来袭目标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并有6人受伤。面对俄军本次大规模空袭，这已经可以算作胜利，只是这个耀眼战绩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又一个乌克兰英雄。在美国取消对乌军援以及俄罗斯加大空袭的当下，面对537个来袭目标，乌军出动了 F-16 拦截来袭导弹，并先后击落7个空中目标。但是在作战时， F-16 不幸被俄军导弹或无人机残骸击中机身。为了驾驶战机避开居民区，32岁的乌克兰1级飞行员马克西姆·乌斯季缅科中校错过了最佳弹射时间，最终壮烈牺牲。之后，泽连斯基签署命令，追授乌斯季缅科乌克兰英雄称号以及金星勋章，并向乌斯季缅科中校致敬。这是乌军损失的第4架 F-16，其中2架损失于拦截俄军导弹，2架损失于前线作战，3名飞行员阵亡。在这场战争中，乌克兰空军、乌克兰武装部队以及乌克兰人民都是真正的英雄。在这些人的支持下，乌克兰绝对不会轻言放弃。自5月份以来，俄罗斯加大了空袭的力度与频率。根据乌克兰空军的数据，在6月份，无人机的数量达到了5337架，超过3月份4198架的记录。可以说，现在俄罗斯一天发射的无人机相当于2024年一整月的数量。在2024年6月，俄军发射的无人机仅有332架，而在6月27日一天，这个数字就达到了363架。6月24日的时候，泽连斯基就表示，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发射了大约28000架见证者型无人机，其中约 10% 为6月以来发射的。俄罗斯加大空袭力度的原因很简单，支援夏季作战。但是俄罗斯不会告诉大家自己无力反攻，普京也不会承认夏季攻势已经以失败告终。但是作为一个乌克兰的铁杆支持者，火力军可以毫无负担地揭秘俄夏季攻势失败背后的内幕。特朗普上台后，俄罗斯一边虚情假意地与美国谈判，一副渴望和平的样子，一边在乌克兰组织新的攻势，想要在和谈之际占领更多的乌克兰领土。2025年4月，普京正式发起夏季攻势，向苏梅和哈尔科夫发起进攻，想要开辟缓冲区，并向红军村部署重兵，目的是占据整个顿涅茨克，甚至在扎波罗热也有俄军进攻的小分队。为了这次攻势，俄军在冬季就开始准备了，比如从朝鲜借兵防守库尔斯克，继续大规模征召动员兵，以此积累人力。在武器方面，改善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协调，并获得了朝鲜、伊朗等盟友的支援，攒了不少武器。最开始的时候，俄罗斯还想通过舆论逼迫乌克兰自己站出来投降，比如向全球媒体输出俄军的优势，以及美国暂停援乌的情况，并表示如果乌克兰不让乌东4州与克里米亚削减军队保持中立的话，我就自己动手拿，到时候要的就不是乌东4州了。不过俄罗斯说的话没几个人信，乌克兰也是如此，于是俄罗斯的夏季攻势开始了。在俄罗斯的媒体中，俄军已经彻底收复库尔斯克，并占据了新据点。实际上，在夏季攻势开始几周后，俄军就已经萎了。最初的时候，凭借着人力的优势，俄军的确有一定的成果，只可惜不够持久。
Deep State 的数据显示，在5月份，俄军的推进速度的确还行，是自2024年11月以来最快的，平均每天获得 5.5 平方公里，这个速度差不多是4月的2倍。但是等到6月份，俄军就拉胯了，乌克兰站起来了，以1年来最快的速度收复失地，平均每天 5.6 平方公里，还通过无人机袭击破坏了俄军几十架飞机。这反映在战线上就是俄军的苏梅攻势失败，乌军击退5万名俄军士兵，不仅重新夺回苏梅一些边境领土，还在比尔哥罗德开辟另一条战线，并获得了成果。至于红军村，俄军依旧没有放弃，在过去几个月中，俄军在该地区集结了大量士兵，已推进至蒂涅博罗彼得罗夫斯克。不过很明显，总体战况依旧以失败告终，要不然俄军也不会在红军村集结11万人，以开启接下来的攻势。事实证明，俄罗斯的确没有能力开始新的攻势，夏季攻势已经虎头蛇尾。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火力军来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技术。在夏季攻势中，俄军选择将兵力分散到乌克兰周围，苏梅、哈尔科夫来一点，顿涅茨克与扎布罗热来上一点。俄军人多，火力军的确承认，在部分地区，乌军与俄军的人数比甚至能达到1:20。估计分散兵力也是俄罗斯胜利作战理论的一部分，想要通过施加压力让乌军出现系统性崩溃，而不是推动突破。不过事实与俄罗斯想的不一样，对于乌克兰而言，压力的确存在，但每一个乌克兰人都不会放弃。其次就是俄军的人海战术，这点我们之前就聊过，不要命的打法会导致俄军后续无力进攻，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分散兵力加消耗严重，火力军是真看不到俄军成功的可能性。战场之外，美国的态度也悄然改变。在此之前，特朗普说乌克兰没有底牌，不可能获得战争胜利。万斯则是在一旁表示：“你为什么不穿西装？”泽连斯基压力山大。不过，目前普京虚假和谈的问题已经被特朗普发现，美国也开始针对俄罗斯。特朗普多次强调，普京不愿意结束战争。泽连斯基领导的反侵略战争非常有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承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声称很快将通过法案制裁俄罗斯。美国的态度是否会继续改变，我们也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接下来的战场中，美国不会向乌克兰施压，这已经是好消息了。俄罗斯经济突然恶化，普京突然宣布从2026年开始削减军费，这是不打了。在欧亚经济联盟峰会之后，普京就表示，我们计划削减国防开支，而北约正在提高他们的开支，这很激进，这会让他们更安全，反而会在社会和经济上伤害他们。北约成员国的确会增加军费，要将国防开支从 GDP 的 2% 增加到 5%， 看样子普京很有意见。火力军估计，一方面是因为北约打破了俄罗斯接下来的计划，从普京的种种发言来看，其目标绝对不止乌克兰，而是重铸苏联荣光，下一步恐怕就是波罗的海3国。只是乌俄战争持续太久了，欧洲已经准备了一系列再武装计划，俄罗斯进攻其他国家的难度暴增。另一方面，看着北约增加军费，自己的钱却越来越少，普京也害怕，于是提出了削减军费的想法，就是告诉北约，我要减军费了，你们就别咄咄逼人了。不过在过去3年里，俄罗斯的军事开支持续增加，现在却要削减军费，这真的可能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因为乌俄战争，俄罗斯的确已经付出很大的代价。按照普京的说法，在国防项目上，俄罗斯财政部的支出为 13.5 万亿卢布，占 GDP 总量的 6.3%。这个只是已经公开的数据，实际上俄罗斯那边还有很多隐藏开支。有消息称，普京还从历史结余的国家福利基金中支付了部分军费，还责令俄罗斯的商业银行向军事工业部门提供每年不低于15万亿卢布的无抵押贷款，所以俄罗斯实际上的军费应该占 GDP 的 15% 以上。俄罗斯的军费那么高，却将北约占 GDP 的 5% 的军费称为激进，多少有点双标了。而且就火力军而言，普京所说的削减军费开支就真的只是说说而已，其与俄罗斯杜马通过的2026年俄罗斯预算完全不一样。按照之前批准的2025年至2027年预算草案，2026年的军事和内部安全支出将消耗超过 43% 的国家资金，并且在本次讲话中，普京也没有给出减少军费的具体计划，仅仅是表示国防部、财政部和经济发展部之间还没有最终协议，但总的来说，每个人都在朝着这个方向思考。说白了，削减军费还停留在思考，而不是行动阶段。重点是现在乌俄战争还在持续，什么时候结束谁也说不准。
在这种情况下，普京要削减军费，怎么明年不打了，直接举白旗投降？所以对于普京削减军费开支的想法，火力军是一笑了之，根本不带劲的。当然，普京好歹还是俄罗斯的老大，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表示削减开支。那么原因是什么？普京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安抚国内的不满情绪。就跟上面说的那样，俄罗斯在军费支出上挪用了国家福利基金，现在已经被耗用了 75%， 社会服务减少，俄罗斯民众的不满日益增加。其次，俄罗斯国内的寡头也十分不满，原因也简单，俄罗斯没钱了，经济面临崩溃。2022年下半年，普京签署总统令，俄罗斯的商业银行必须为俄罗斯的军事工业部门提供无抵押的信用贷款，没有抵押物也就意味着这钱收不回来，到现在有 90% 都是烂账。另一边，俄罗斯央行的信贷资源也向军事部门倾斜，没办法为其他企业提供帮助。在战争初期，俄罗斯就进入了战时经济，一切资源向军事部门倾斜，这种情况虽然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这并不持久。2025年年初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的经济出现衰退，甚至是崩溃的迹象。对于这点，普京仅表示 GDP 增长率的确显著下降，但并不是经济衰退或崩溃，这是俄罗斯为了对抗通货膨胀刻意为之。不过俄罗斯经济到底怎么样，普京说了不算。在北约制裁加剧、石油价格下滑的情况下，俄罗斯的经济只会积重难返。原来还有影子舰队可以顶一顶，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北约已经在斩首影子舰队，比如维拉摩拉号。6月30日，维拉摩拉号油轮在利比亚海岸附近爆炸，机舱受损，船上进水。在爆炸时，船上载有100万桶石油，爆炸原因暂时未知，但是起因可以确定。维拉摩拉号之所以被炸，起因就是该船于4月和5月在俄罗斯乌斯季卢加港装载石油，火力军有理由怀疑该船属于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员。为了规避制裁，俄罗斯可能加大了影子舰队的规模，但现在这些船只接连被炸。2025年以来，这已经是第5起曾停靠俄罗斯港口的油轮爆炸事件，目前还不确定是谁做的。火力军估计要么是北约，要么是乌克兰特工，战略轰炸机都能炸，一艘小小的油轮也没啥难度。国内经济面临崩溃，收入又极为惨淡，这双重矛盾就像是埋了一个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俄罗斯民众现在还能保持沉默，但加上高级官员、经济寡头的不满，那就不好说了。普京只能进行安抚，不过在乌俄战争持续的当下，也仅仅是安抚而已。普京不可能真的削减国防开支。为了保证外援，俄罗斯125人前往朝鲜，却让金正恩痛哭流涕。6月28日，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奥尔加·刘比莫娃率领俄罗斯文化部代表团抵达平壤，以纪念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签署1周年，并于6月29日与金正恩会面，讨论扩大文化和艺术领域的双边合作。之后，金正恩邀请刘比莫娃观看歌颂两国战斗友谊的文艺演出。一个文艺演出而已，本来也没什么，但是在舞台背景中第一次展示了朝鲜士兵在俄罗斯作战的影片。这段影片的时间并不长，并且也都是用照片接出来的，不过这里面的重点是内容。这些照片包含金正恩接收阵亡朝鲜士兵遗体的场景，还能看到朝鲜士兵和俄罗斯士兵高举国旗一起在丛林中呼喊的照片，估计这是要强调朝俄之间的关系。也有朝鲜士兵展示国旗向朝鲜国旗敬礼的画面。不得不说，这些朝鲜士兵有事是真上，金正恩都把他们卖了，士兵还要彰显自己的忠诚。此外，还有朝鲜士兵突破敌军防线射击的画面，甚至还有金正恩第一次公开命令朝鲜军队实施攻击作战的手令照片。按照韩国媒体的说法，在2024年10月22日、12月12日以及12月22日，金正恩3次批准了解放库尔斯克的作战计划，并下达攻击命令。在观看作战影片时，金正恩感动落泪。不过，真要伤心的话，就别把那些士兵派往俄罗斯。自2024年6月俄罗斯签署共同防御条约以来，朝鲜已部署了约 1.1 万名士兵前往库尔斯克，占金正恩个人预备役部队的 20% 以上。但是在2025年4月份之前，朝鲜与俄罗斯都不承认，直到4月才首次正式承认。现在又过了2个月，首次公布图像，这次展示朝鲜士兵前往俄罗斯参战的影像。朝鲜正在加强宣传战，强调朝鲜俄罗斯之间的友谊，为下一步继续派兵或者派遣劳务人员提供舆论准备。韩国方面认为，朝鲜很可能在7月或8月增派部队到俄罗斯，而在6月中旬，朝鲜就已经增派了一波朝鲜士兵。当时，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也就是绍伊古，再度访问朝鲜，与金正恩举行会晤。
在此期间，俄罗斯与朝鲜进行了一次批外交易。金正恩决定向俄罗斯派遣6000名军事人员前往库尔斯克。与之前充当炮灰的待遇不同，这6000人有着明确的分工，1000名是工兵，主要任务是协助排雷。库尔斯克经历了激烈的战斗，地雷隐患严重，这1000名工兵的到来能加快排雷进程。另外5000名是军事建设工人，重建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俄罗斯国内的劳动力严重短缺，毕竟大部分青壮年都跑到军工厂或者被迫参军了。不过就这5000人，貌似也起不了太大作用，顶多支援一下库尔斯克的重建。考虑到俄罗斯夏季反攻失败，朝鲜很可能会加大对俄罗斯的人力支持。北约方向，波兰狂造炮弹，产量暴增4倍。波兰国有资产部部长雅库布·亚沃罗夫斯基已经明确表示，波兰要在3年内把大口径弹药的年产量从每年3万发提升至15万至18万发，主要涉及155毫米炮弹以及120毫米坦克炮弹。仅仅是榴弹炮的生产就增加4倍。为了达成目标，波兰下了血本。波兰武器集团 PGZ 将获得6.63亿美元的资金，专门用来造155毫米和120毫米炮弹。PGZ 是欧洲最大的国防公司之一，背后几十家工业企业、科研中心，生产也全在波兰本土进行，规避进口环节的供应中断风险。波兰这样做的原因也很简单，在北约峰会之上，各成员国同意提高国防开支，还约定2029年先评估一次。北约这是要大规模扩军备，不过在北约中，波兰的军费开支属于独一档，占 GDP 达 4.7%， 只是这笔钱之前都流向国外，比如雷神、洛马、韩华等公司。现在波兰转回本国工业体系，建立一个更独立的弹药供应基础。而且在乌俄战场之上，双方日均炮弹消耗量以万计，北约国家库存几近枯竭。波兰扩充弹药又能充实自家军备，还能趁机在军火市场上分一杯羹。不过波兰这样做也有风险，如果乌俄停火，过剩产能将引发行业雪崩。 PGZ 内部报告预测，如果乌俄战争2026年结束，新建生产线利用率可能骤降至 35%。 但不管怎么说，对于波兰而言，扩大炮弹产量是不亏的。之前有消息称，美国海军的6代机已经没戏了，但事实证明 FA-XX 还活着，没有被砍。不过也只能充当植物人，在床上躺着不能动，只能呼吸。根据战区网站的报道，在2026年度国防预算配额中，五角大楼将全力建造美国空军的6代机 F-47， 海军的 FA-XX 则惨遭搁置。唯一的好消息就是项目没有被砍，保留了最低限度的开发资金，只有7400万美元，唯一能做的就是完成该型飞机的设计，允许未来保留选择权。之后美国通过 F-47 的研发成果来帮助海军研发 FA-XX， 原因也简单，一个是工业基础不行，一个是没钱。按照美国官员的说法，在6代机项目中，美国的工业基础只能快速推进一个项目，如果强行发展2种，恐怕无法保证研发和生产都会进行延期。既然如此，不如先保证已经定型的，也就是 F-47。至于资金的问题，只能说预算的确有限。美国的军费虽然高，但是造6代机航母还有特朗普推出的金琼系统没剩多少钱，于是 F-47上位。目前特朗普的首要目标就是全力投入 F-47项目，并确保该项目顺利完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五角大楼已经将5亿美元的预算从 FA-XX 项目转给 F-47项目。在国会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证实， F-47战机新获得3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FA-XX 活着就行了。只能说美国海军是真的惨。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注意到，在2026财年预算中没有提及新一代星座级护卫舰，这款新型战舰也可能被砍，这点火力军也能理解。美国原本是想要一艘相对廉价的战舰，结果改来改去，跟欧洲多任务护卫舰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这就意味着掏钱不要了也很正常。这次公布的预算甚至连标准6都受到了牵连。有消息称，受国际情势影响，各军种间的投资采购项目多有消长。美国海军2026年度预算中，标准6受到高超音速导弹的影响，预算会从原来的1亿6200万美元下调至8300万美元，直接砍半。对于美国海军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之前我们聊了，在中东这边，美军还消耗了大量防空导弹。
比如标准3、标准6，如果印太地区爆发冲突，二者将是拦截主力。但是因为中东的问题，库存已经大幅缩减。火力军觉得美国海军要钱造导弹都没问题，即使不批预算也不能砍半，不知道防空的问题会如何解决。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普京真的会削减国防开支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